投成功，断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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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，比赛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。好，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了，太棒了，杨建平赢了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中华虎杨建平对日本人下如此狠手，徒手掰断了日本人的脖梗？要怪就只能怪日本人作恶多端，对中国选手实在太嚣张。我听说中国有个叫中华虎的杨建平，很是嚣张。杨建平，你给我听好了，7号脖子准备好受死，我要把你从中华虎打成东亚病猫。这样大言不惭的言论实在太猖狂了。杨建平作为抗日英雄，对他们的言行举止忍无可忍，当即站出来，要为我们中国搏击证明，要让世界认识到我们中国搏击的力量。而杨建平也是最适合打小日子的选手，因为他打日本人下手实在太狠了，每一场比赛都酣畅淋漓，能打死绝对不留活口。而日本人见杨建平如此凶狠，他们对必败杨建平的执念更深，甚至有数不胜数的选手只想着击败杨建平，然后一战成名。首先，杨建平的对手是眼前这个崽子，是日本人上山知晓，他恨不得跳出2米高，这是拳击比赛，可不是比跳高的。这家伙不安好心，他在杨建平受伤的时候来杨建平的老家踢馆，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，即便杨建平受伤也能暴揍他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比赛开始，上来就是一个飞踢，上山知晓啊，这是竞技状态非常的好。他想上来先给杨建平一个下马威，但是没想到杨建平早有防范。现在双方是拉开了距离来进行积极的试探。这个开局出乎人的意料，没有见过这样的直接飞腿的。好，杨建平直接进入地面战，采取摔法，但是上山知晓的缠斗能力呢也是非常出色的。好，进入地面战。现在杨建平在上处于上位，想要去过腿，完全。现在杨建平将对手按在地面上，杨建平的摔跤能力很强，他在地面上总能想办法将对手控制在地面上。现在用尽全力压制日本人，而这时候的日本人还在奋力的挣扎，他不想被杨建平控制。杨建平一旦将他按在地面上，就绝对没有他起身的机会。现在将对手控制在地面上，上山知晓也没有一点反击的能力。杨建平中华虎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。杨建平能够把腿挂得再高一点，有没有？看能不能翻过去。如果说是翻过去，可能就要睡着了。比赛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，断头成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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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山知晓，我们说已经休克了，现在通过短暂的治疗以后，又站了起来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，杨建平不到半回合的时间，就将对手裸脚降服，即便在受伤的情况下，也能暴揍日本人。没想到杨建平在首回合1分06秒便上演了断头台，降服获胜，而上山知晓则败走中国。第2场杨建平对战的选手名叫辜山信，双方各方面都比较相近。辜山信扬言自己是来给上山知晓复仇的，他认为杨建平能赢下比赛就是侥幸，自己作为日本空手道的冠军，一定能斩杀杨建平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。杨建平身穿白色短裤，这场比赛也是在杨建平的家乡作战。杨建平就在自己同乡面前狠狠地暴揍日本人，让他后悔来到中国。能不能？辜山信非常的熟练在地面，是对他现在夹住了杨建平的脖子，非常的紧，非常的紧。看看杨建平处在劣势，现在杨建平如何反过来？对，好拿背又反拿背，好，杨建平非常漂亮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解脱。现在这个辜山信这个地面控制非常好，辜山信呢也是非常的骄傲。现在好出来了，杨建平解脱了，可以拿背啊！这是他非常使用地面夹击技术。杨建平尽全力压制对手，不得不说，这个日本人的地面防守能力很强，不断的挣扎，企图挣脱杨建平的控制。不过杨建平在地面上的实力可是顶尖的存在。别看杨建平的体型并不是很健硕，但他在地面上的绝对力量非常强悍，能给对手造成非常严重的打击。被杨建平压制在地面上的选手很难挣脱控制回到站立。杨建平一旦控制之后，就是非常凶狠的地面砸击，一拳拳落在对手的身上，让日本人痛苦不堪。这场比赛杨建平肯定让对手见识到
中华虎的威力。能不能反过来？好，奋力的反了过来，占据了上位，一个翻盘，再次占据上位，成旗。好，可以用杨建平。好，这个家伙翻转，龟缩防守。这个顾山新在龟缩防守，在前2次的龟缩防守呢，裸脚，好，手没有后背裸脚，但是是挂在了下半场，但是我们看不太清楚，到底有没有呢？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裸脚。好，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了，他赢了，杨建平赢了，杨建平打得太猛了，这场比赛也结束得非常快，也是在首回合还不到的时间，就强势击败了日本人，再一次将日本人终结。场下杨建平大部分也都是他的父老乡亲，都非常激动地站起来欢呼。打日本人还得看杨建平啊！比赛没有任何的悬念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。是的，我们看到这个慢镜头的回放，是这个慢镜头，过胸摔啊，过胸摔，这个时候是优势的，但是呢，过胸摔是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呢，后来也是被翻盘了，有2到3次，十字过。但是没有成功。对，顾山信呢有非常这个技巧性的防守。看，这是没有顾山信第2次的翻盘，完全解脱了，进行压制。大家看到，这是刚才的过胸摔，但是大家注意看到这个日本选手的非常迅速的，还有一个夹颈想去翻转，而且翻转成功了。第3场，杨建平要暴揍的日本人名叫古山文龙，他年龄33岁，已经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了。日本选手就像下饺子一样，一个个的都来挑战杨建平，但每一个对手最终的归宿都是被杨建平暴揍。相信这场比赛也不会例外。比赛开始，杨建平率先逼近对手，他的目的非常明确，还是想实施抱摔。杨建平的地面技术堪称一流，然后因为这个地板的一个关节剂降服剂部署啊，需要比较久一点的时间所以它1回合是5分钟。综合格斗的话，既可以站立，也可以是在地面进行击打，所以现在进入了地面战。对，好，这个杨建平呢抢到一个上位，对，目前是 knee on belly， 膝盖啊顶住对方的一个大腿，现在膝盖下来了，抢了一个有点南北位南北位，现在又在转换位置，那杨建平的膝盖始终去顶。双方在地面上纠缠，杨建平的之前就接连击败多位日本选手。他对战日本选手的经验非常丰富，虽然日本选手的抗击打普遍都很强，但遇上杨建平时却很快就被终结。杨建平中华虎的称号也不是白来的，他将对手按在地面上，虽然对手不断的挣扎，但杨建平的拳头还是一拳拳的凶狠砸击，并且落点也很准。杨建平有可能抱摔吗？但是这个古山文龙把这个杨建平的夹住了，但是没有什么问题，这个头抽出来是很容易的事情。现在是抽到侧面，杨建平在试图击打，对，做击打。这个综合格斗在地面可以摔。下方的日本选手也非常难受，他被杨建平压制着，没有一点挣扎的机会，想起身也根本不可能，杨建平不会给他机会的。这时候杨建平也在尝试击打对手的头部，不过这个把位并不太方便砸拳，这样的砸击也只能起到一点干扰性的作用，不能给他造成非常致命的影响，但能不断消耗他的状态。即便如此，也让日本人非常痛苦。现在距离首回合的时间还有很长，看他会如何应对。很有经验，现在摆脱了居然。来，杨建平呢想转这个十字固，对，想转十字固，但是没有转成。有点十字固，十字固，有了，降服了。好，第一句十字固，在手臂十字固，气死了。杨建平打得非常完美。对，没有任何的意外，杨建平将对手终结，并且这场比赛也结束得非常快。这就是中华虎杨建平的气势儿。大家觉得杨建平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你看到这个位置侧向脚一跨，再另外一个脚出来，他脚没有过去，直接顶在这个背后，这个做法是可以的。那这一次是肩膀受到重创。十字固是可以攻击2个部位，通常是攻击这个手肘的部位。现在是因为让他这个肩膀的肌肉受到严重的拉扯。